改革为什么需要稳定？因为改革从来不只是一纸方案，它需要稳定的领导，需要命令有人执行，也需要整个国家在外部压力下仍然相信同一个方向，需要全国上下团结一致。而美国1950年代的危地马拉行动就是要破坏这种团结，让危地马拉的民众不相信自己国家的改革。去质疑一个改革时，方法实在太多，你边吃饭边呼吸，他都可能说你这是不文明。1954年，危地马拉总统阿本斯准备把长期闲置的土地分给农民，这个举动惊动了一家美国公司。土地改革还没完成，华盛顿已经把它列为安全危险。随后 CIA 派出一支部队，9天时间就让阿本斯下台，这也叫危地马拉行动。1951年，阿本斯上台，他接手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，经济数据在中美洲并不算差，货币也相对稳定，可财富和土地却高度集中，大约 2% 的人掌握了超过 72% 的可耕地，而私人土地中真正被耕种的比例还不到 12%。有土地的人，很多土地长期闲着，需要土地的人则长期无事可做。阿本斯认为，农业人口没有土地，国内市场就发展不起来，因为要工业化，首先就是要把产品卖到农村，如果卖给外国根本没有竞争力，但要卖给农村就必须要农民有钱。所以1952年他推出第900号土地改革法，大型庄园里长期闲置的土地可以被征收并分配给缺少土地的农民，原土地所有者获得长期政府债券，补偿金额按照他们过去申报的纳税价值计算。这条规定听起来好像还不错，你自己说土地值多少，政府就按这个价格补偿。问题是，有些地主和企业过去填税表时一向比较谦虚，怎么少怎么报，而政府征收土地时就按照这个登记价格赔偿。一般的地主只能捶胸顿足，黑夜里偷偷抹眼泪。但这项改革很快便碰到一家土地很多、香蕉很多，在华盛顿熟人也很多的公司，它叫联合果品。联合果品不是普通的香蕉商，它在危地马拉拥有大片土地，其中不少长期没有耕种。土地改革一来，这些闲置土地自然进入征收范围，而联合果品过去就属于很不老实那种，登记在税册上的价格一直很低，所以它得到的补偿非常的少。于是联合果品转身找到美国政府，美国国务院随后代表公司向危地马拉提出交涉，认为补偿太少，支付方式也不合适。到这里，一场国内土地改革开始变成国际争端，但一家企业吃亏还不足以让 CIA 正式入场。真正关键的是，华盛顿接下来给这场改革换了一个名字：中美洲安全威胁。1953年，艾森豪威尔政府批准 CIA 准备秘密行动，目标是推动阿本斯离任，再扶持卡斯蒂略阿马斯上台。所以美国这种干扰他国事务的操作已经是丧心病狂，只要不符合美国利益，他就要去干涉。CIA 选中了流亡军官卡斯蒂略阿马斯，又在危地马拉周边训练了一支规模有限的队伍。可 CIA 心里清楚，靠这点人正面挑战数千人的政府军，基本属于送人头。所以 CIA 在行动命令中写得很直白，利用现有力量制造尽可能大的冲击，促使危地马拉军队转向。CIA 还专门设计了一套针对军方的行动，利用广播、报纸和口耳相传的消息，先制造怀疑，再推动军官疏远阿本斯政府。也就是说，卡斯蒂略阿马斯的队伍负责在地图上出现，真正负责扩大队伍的是收音机。CIA 开了一座秘密电台，名叫解放之声，它从境外播出，却故意装成危地马拉国内的地下电台，重点听众也不是普通百姓，而是军官。电台不断告诉他们，政府已经孤立，军队内部正在转向，反对力量遍布全国，现在不换边，以后就来不及了。同时对民众，他们也来了一系列洗脑操作。1954年6月 ，CIA 内部甚至建议美国公开宣布支持土地改革，再集中攻击阿本斯的执行方式。因为美国为了联合果品公司消灭土地改革这个说法，对拉丁美洲乃至亚非国家的舆论非常不利。他用多个似是而非的理论去质疑阿本斯的土地改革方案。他说阿本斯给你的不是土地，而是一根绳子，想拿地要加入左翼农会，拿到地要向政府银行借钱，土地没有道路也没有农具，最后真正得到农村的不是农民，而是控制土地委员会的政治组织。这套宣传里有真实困难，有刻意夸大，也有直接伪造的内容。一些没有真正阅读过政策文件的农民很容易就听信了这种言论。在战场上， CIA 甚至要求宣传人员根据每天局势自己添加新传闻，于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战场，卡斯蒂略阿马斯的真实队伍还在边境缓慢推进，收音机里的队伍却已经全国开花，连战连胜。CIA 还准备了更刺激的传言，各种流言满天飞。为了让这些无脑的言论听起来不像美国人在指导危地马拉， CIA 又把本地反阿本斯政客、流亡军官、宗教人士和受资助的报刊包装成爱国力量。香蕉公司当然不能亲自站出来说请大家保卫我们的利润，于是换成保卫家庭、信仰和国家自由。于是出现了一幅很特别的画面，人员在国外训练，电台在国外播音，资金也来自国外，广播却反复强调这不是外国介入，这是危地马拉人民反对外国控制。这种左右脑互搏式的言论迅速渗透到民众脑子里。1954年6月18日晚，卡斯蒂略阿马斯宣布行动开始， CIA 提前写好的广播稿立刻播出，全国各地的解放力量都在前进，决定命运的时刻已经到来。听起来像是整个危地马拉同时行动，实际越过边境的大约只有300人，分成几支队伍从不同方向进入。
危地马拉政府甚至提前几天就知道，他们可能在6月18日至19日采取行动，但 CIA 很清楚，仅靠这几百人很难正面击败约7000人的政府军，而且光靠广播吹得再响，也可能被当成节目效果，所以还得让天空配合一下。几架飞机开始低空飞行，投放传单，并袭扰交通线和少数军事目标。这些飞机的数量根本不足以正面击败危地马拉军队，他要的是一种错觉。当危地马拉军方看得见天上的飞机，却看不见美国到底准备派多少时，政府军就会开始动摇。CIA 内部当时判断得很清楚，只要危地马拉军队坚决支持阿本斯，卡斯蒂略阿马斯就会失败。所以真正的胜负在军营里。6月27日，几名军方高层向阿本斯表明，他们不愿继续承担风险。阿本斯意识到没有军队支持，自己已经无法维持政府。当天晚上，他通过广播宣布辞职，把权力交给军队领导人卡洛斯·迪亚斯。问题是，迪亚斯不是 CIA 选中的卡斯蒂略阿马斯。最终，美国经过一系列操作，把卡斯蒂略阿马斯送进军政府，并逐渐成为最高负责人。从此，危地马拉进入了36年的内部动乱，超过20万人在冲突中遇难或失踪。直到2023年，危地马拉仍有 57.68% 的人口处于多为贫困，农村地区尤为严重。危地马拉在整体经济上虽然有增长，但这只是假象，是少部分寡头的口袋增长。所以，美国所倡导的那套东西，往往就是让多数人成为少数人燃料的一种主义，被称为寡头代理制。美国扶一个本地精英集团当白手套，替中心资本管人管地管秩序，然后美国资本从中获利。